答應過大家，我會請我太太 Dr. Karen 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健康嘅資訊，同埋點解要食得健康嘅。今日終於請到佢上嚟啦，歡迎我太太 Dr. Karen。Hello，大家好，德中咁生愛嘅，點解我知？唔係，我想大家原來有睇我頻道之後咧，第日喺街就會咁樣稱呼你咯。好開心啊！今日終於可以喺你嘅頻道嗰度咧，一齊同大家見面啦，同大家講多少少一啲健康嘅資訊咧，其實係非常之好嘅，因為唔係一定要話睇書啊，或者係喺大學裏邊咧，先至可以將健康嘅信息俾普羅大眾嘅。我覺得呢個平台係好嘅，因為好似你頭先講話，好多人喂睇書究竟睇唔睇到咁多嘢咧，或者唔係好多人好似你咁去睇咁多文獻啊。係啊，我中意嗰啲咁嘅資料性嘅嘢啊嘛。咁所以透過你睇完之後，由你把口去講俾大家聽，咁咪更加方便啲。呢方面咧，其實我都有少少心得啦，因為又好多謝德中啦，容許我有咁多時間去做呢啲科研嘅嘢。由好早嘅時候，我就開始進行我自己嘅科研嘅工作啦。咁啊，讀完碩士之後咧，亦都讀咗博士學位。咁啊，喺2003年咧，就即係個博士學位咧就完成咗啦。咁當時咧，我就係做一啲關於呢個健康長壽同埋人嘅壽命嘅，有冇一個所謂嘅 limit？ 即係人可唔可以長生不老，或者係人可唔可以一路活耐唔死咧？係咪咁嘅意思？冇錯啦。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，我哋可能有啲人就活到110歲啊、120歲啊，但係有啲人咧就好早，可能50歲、60歲咧就已經面對好多疾病啊，變咗咧就我嗰陣時開始諗，尤其是就係因為得到屋企人嘅啟發啦，見到爸爸媽媽嘅疾病啦，跟住就慢慢越嚟越喺呢方面咧鑽研，希望就係了解到究竟點解有啲人可以活得咁長壽而可以咁健康，但係有啲人咧喺好早，甚至可能係50歲、60歲就已經出現好多疾病喎。有冇方法嘅咧？我想問個有趣嘅問題先。咁我哋而家喺全世界上面最長壽嘅人係幾多歲啊？嗱，如果最長壽嘅話咧，全球嚟講咧，確認咗嘅咧就係呢一個法國嘅女士叫 Jeanne Calment 嘅，佢係122歲零164日嘅。咁呢個咧就係入咗去健力士世界大全啦。咁當然啦，我亦都係曾經喺差唔多10幾20年前咧，亦都探訪過一啲比較長壽嘅老人家。我哋講叫 Super Centenarian， 即係佢哋嘅超級人瑞啊。咁你睇完之後係咪其實有個秘方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康啲、長壽啲咧？絕對係。因為佢哋擁有咗一啲生活嘅模式，係我哋一般嘅人係冇做到嘅。咁而佢哋咧，唔單止係活得長壽，而且係健康先係最緊要喎。咁即係話，喂，你嗰個生活質素可以提升到啦，唔使依賴其他人去照顧你。呢個係咪好好咧？你話？即係日常嘅生活其實就喺度改變緊你自己嘅健康同埋你嘅壽命。壽命我哋大家都知道啦，即係冇人可以活到長生不老嘅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喺你短短嗰100年又好，110年又好，甚至80歲、90歲都可以有一個好好質素嘅生活，即係唔需要依賴其他人去照顧你啊，或者係食少啲藥啊，睇少啲病，有心唔怕遲喎。其實因為你每一個時間咧，每一個年紀咧都可以開始進行你嘅健康嘅生活方式嘅。健康生活方式係好緊要，因為喺我哋過往嘅研究裏邊咧睇到基因其實佔咗我哋講緊係1/3嘅啫。2/3咧係環境嘅因素，個人嘅因素咧，亦都可以包括你嘅生活方式啦，甚至咧你嘅運動啊、睡眠啊、飲食方面，咁有好多嘢我哋係可以做到嘅，但係亦都有好多嘢我哋做唔到嘅，咁我哋咪向做到嗰方面嘅嘢去改善咯。既然自己做得到嘅，又可以改善嘅，咪自己用自己最大嘅能力去做咯。好似你話齋，有啲嘢做唔到冇辦法，咁做得到咪盡量去做。咁希望大家都係可以往一個健康嘅道路上邊去行走咯。大家點樣定義呢個健康先？你覺得應該係點樣解釋？身體健康、精神健康。非常好啦。德中已經講咗2個維度啦，因為其實健康咧都係世界衛生組織講過，就話我哋一個內在能力 intrinsic capacity 嘅意思咧，入邊係包括有5個範疇喎。你頭先講嗰個咧係有2個範疇，精神健康同埋身體健康。但係我哋仲有咧就係認知啦，認知嘅能力好緊要喎，即係話你有冇患到腦退化症啊？呢樣嘢好緊要喎，因為你個認知唔得嘅，即係話如果你最親愛嘅人翻到屋企，你都唔認得，你都唔認得啦，係嘛？阿仔阿女翻到屋企之後，呢個係邊個嚟㗎？或者係你都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嘢，食咗飯又唔知自己食咗飯。另外你頭先講嘅精神健康啦，仲有身體健康啦，即係唔係淨係話冇疾病咁簡單㗎喎，就係話你嘅自己嘅自我照顧能力啦。我哋成日講嘅即係 ADL 或者係 IADL 啊，即係 Activities of the Daily Life 同埋 Instrumental 嘅
activity daily life 喎。咁裏邊你知唔知包括啲乜嘢？其實兩個範疇啦，你身體健康唔好以為你使睇病就係身體健康嘅，但係原來你自我照顧能力失去嘅，你自己照顧唔到自己嘅，係嘛？咁都係其中一種嚟。冇錯啦，呢個就牽涉到係你嘅生活質素啦。你自己個生活質素係點？你係咪想話去旅行又好容易去得到，或者係我自己想食啲咩又好容易食到，或者照顧自己照顧得好唔好咁啊？冇錯啦，你就係講到呢個食嗰個問題啦。嗱，食咧亦都係我哋講 ADL 裏邊嘅其中一種嘅，就係話，咦你自己食唔食到嘢啦？吞嚥有冇困難啦？甚至你啲牙嘅健康、口腔嘅健康係好緊要喎。即係話你個口腔，如果譬如你棚牙冇得七七八八啦，我哋正常人可能咬嘢啊都冇問題嘅，但係年紀大咗，你啲牙又唔得嘅時候，可能你又食唔到嘢，吞唔到喎，咁你咪吸收唔到咯。所以我覺得呢個牙嘅健康，其實一講起呢個咧，我就想岔開少少講，好重要，好重要。即係當你換咗一次牙，呢個牙齒就跟你一世。當你有問題嘅時候，其實睇牙係好貴，好貴啊！真係好貴，同埋咧係需要好長嘅時間，所以個口腔健康咧係非常非常重要嘅一環節，而佢亦都係其實我哋消化系統嘅其中一個器官嚟嘅。第一步啊嘛。係啊，第一步，因為所有嘢咧都係咩啊？從我哋嘅口入，咁病都係從個口入嘅喎。其實中國人都有句説話，病從口入啊嘛。仲有一個維度咧都好緊要嘅，就係心理健康啦。我哋叫 psychological well-being 呢樣嘢咧。好多人都好需要嘅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咧，天生出嚟咧，受我哋嘅情緒影響啊，好似開咗個自動波咁嘅，乜嘢嘢咧都會諗一啲我哋比較負面嘅嘢㗎。就算唔好嘅嘢，自己做錯咗，可能都會先賴隔離嗰個，或者係有啲明明係好嘅嘢都諗咗，其實係唔好嘅。冇錯啦，會有一啲我哋叫不良嘅情緒啦，或者係負面嘅情緒出現咗。咁呢啲都係好危險嘅，因為你嘅情緒啊，或者係你嘅觀念啊，你嘅諗法咧，都好多時候會影響你嘅咩行為啦，你嘅説話咯。今時今日大家就會關注咗或者係接觸多咗呢一方面嘅嘢。我哋以前就大家都冇理呢啲嘢，你唔好諗咁多咪得，諗咁多做咩？你唔好諗咪冇事。其實唔係你唔好諗咪冇事，你自己都控制唔到。冇錯，第五個範疇就係我哋嘅感應嘅能力啦，即係話我哋個感官世界係點啊？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要有睇到嘅嘢啦、聽到啦、聞到啦、食嘢啦，嗱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感官嘅能力嚟㗎喎。好多時有啲老人家就話我眼又朦耳又聾啦。我覺得咧人係會。一定啦，你老啊嘛，咁你所有機能都會老化啊！呢個係我覺得係暫時啊，我應該啊，即係你做咁多研究係暫時唔能夠逆轉嘅，即係佢一定係會老化。但係點樣逆轉？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佢延緩啲老化咧？係咪一定會老化先？呢個一定係嘅。過往研究咧顯示咗，我哋過咗30歲咧，其實就已經開始有一個所謂叫 aging 嘅出現，即係話我哋慢慢會有老化啦，甚至我哋可能會患有好多頑疾啊，出現咗一個情況越嚟越虛弱啦 （frailty） 啦，或者係去到一個階段咧叫 disability 啦，即係話你有啲殘障嘅嘢啦，甚至去到一啲我哋叫 impairment 咁樣樣嘅。呢啲嘅喺一個人生嘅階段裏邊咧，好似好必然要出現咁，但係其實係咪咧？你覺得？我覺得係會必然嘅，但係你幾多歲出現咯？即係可能你130歲出現，或者120歲出現，定係你60歲已經出現咧？咁我聽見你以前做過一啲研究，或者接觸過一啲人，佢係90幾歲嘅婆婆照顧緊70幾歲嘅女，咁點解個70幾歲嘅女喺個生活上有問題，要個90幾歲嘅媽媽反而係生活冇問題去照顧佢咧？德中，你真係好記性喎！你又記得我曾經講過喺過去我嘅研究裏邊咧，曾經探訪過一個90幾歲、接近差唔多100歲嘅老人家咧，去照顧佢患有腸癌嘅女女咧，係70幾歲嘅。我喺過往嘅科研裏邊嘅道路咧，我其實好感恩，因為我接觸咗好多嘅100歲嘅老人，從佢哋身上學到好多嘢，而所有嘅智慧咧放咗喺呢一本書度。呢本書咧就係叫做《健康長壽香港實證研究》嘅。2010同2011年開始嗰陣時咧，我就正式展開咗呢一個香港第一個首個嘅100歲老人研究，裏邊咧我就訪問咗153個100歲老人或者接近100歲嘅老人家，睇下佢哋有咩生活嘅智慧同埋秘密咧，係能夠可以咁長生不老嘅。係啊，所以大家如果想喺呢方面知多啲佢做過啲乜咧，其實呢本書你買咧就可以睇到嘅。但係你如果冇咁多精神或者冇咁多心機去睇書啊，你係睇我哋呢個頻道，大家聽都可以嘅。咁你最近係做咗啲乜咧？喺健康呢方面？2021年我出完呢一本書之後咧，其實我就當時咧立咗一個決心，一定咧要將呢啲健康嘅秘訣咧，
點樣樣透過實證、透過介入咧，係幫到更多嘅人嘅。帶入去社區。帶入社區。咁我哋嘅慈愛健康計劃裏邊咧，喺2021年咧已經做咗呢一個試點研究，咁啊非常之成功啦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又得到一啲基金支持啦。我就喺2024年咧就招募咗第一批嘅參加者，我哋叫第一階段啦。喺第一階段裏邊咧，我哋係針對幫啲乜嘢人咧？患有三高，即係高血脂、高血糖同埋高血壓，仲有咧就係你有身心症嘅症狀嘅意思係咩咧？當你身體嘅時候，時不時好似覺得周身都痛啊、唔舒服啊，又揾唔到原因，點解會係咁？其實可能係心理影響嘅心理，定係生理影響心理啊？即係簡單啲，佢嚟參加就可以改善到佢生活啦。跟住你哋做嘅方法係咪？咁如果我哋我哋今日都講咗一段時間啦，知道你嘅背景啦，咁我哋往後就會有好多唔同健康嘅資訊同大家分享啦。咁但係今日你如果要俾一個健康嘅 tips，大家有啲咩咧？要得到健康嘅身體，永遠都唔會太遲嘅，就由今日開始。所以我哋以後喺頻道呢一個系列嘅節目咧，大家要多加留意。